在物理学的世界里，光子是一种极其独特的基本粒子，它不像电子、质子那样拥有静质量，也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光速飞行，不存在加速的过程。这种行为乍一看几乎违背直觉，但实际上它正是现代物理学最深层规律的自然结果。光子最核心也最关键的特性就是静质量严格等于零。这并不是某一次实验的偶然发现，而是经过100多年理论推导与实验检验后，仍然稳固成立的物理公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可信证据表明光子具有哪怕一丁点静质量。正因为如此，整个现代物理学体系才能严密自洽的运转。一旦光子被证明拥有非零静质量，那么我们熟知的电磁学、相对论乃至量子场论都将面临被全面重写的命运。现代物理学中许多最基础、最成功的理论都建立在光子静质量为零这一前提之上。经典电磁学的基石麦克斯韦方程组精确描述了电磁波如何在空间中传播，而其数学结构本身就隐含着电磁波传播粒子无静质量的前提。如果光子有静质量，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形式将完全不同。再比如库伦定律，描述的是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随距离变化的规律。我们之所以能在宏观和微观尺度上都观察到稳定的平方反比关系，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光子没有静质量。一旦光子质量不为零，电磁力将不再具有无限作用范围，整个电磁相互作用的结构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狭义相对论、量子电动力学等理论同样以光子无静质量作为重要前提，而这些理论的预言在实验中被验证到令人震惊的精度，这反过来也一次又一次印证了这一公理的正确性。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光子没有静质量，并不等于它没有质量。光子拥有动质量，而这种质量来源于它所携带的能量。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智能方程揭示了质量与能量之间的等价关系。任何形式的能量都对应着一定的质量。光子虽然没有静质量，但它是纯粹的能量载体，因此必然对应着一定的动质量。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光子的能量与频率成正比，将能量公式与质能关系结合，就可以推导出光子动质量的表达式。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单个光子的动质量小得惊人，其数量级远远超出日常经验的感知范围。正因为如此，人类长期以来都无法直接测量光子的质量，只能不断提高实验精度，去给它设定一个越来越低的上限。近年来，中国科研团队利用精密实验手段，将光子质量的上限进一步压低到极端微小的尺度。虽然这依然不是对零的直接测量，但它从实验角度再次巩固了光子静质量为零这一核心假设。那么，光子静质量为什么一定是零呢？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既是对实验事实的高度概括，也是宇宙自身规律的体现。物理学中的公理并不是凭空设定的信条，而是所有实验结果都无法否定，并且能够解释大量现象的最简前提。光子静质量为零，正是这样一条支撑起整个现代物理学大厦的根基。要真正理解光子，就必须把它放回到电磁波的框架中去理解。在经典理论中，光被描述为一种电磁波，而在量子理论中，光子则是电磁波能量传递的最小单位。电磁波并不是连续的输送能量，而是以一个个光子的形式，一份一份的向外传播。这正是光的波粒二象性的核心体现。光既能像波一样发生干涉和衍射，又能像粒子一样参与光电效应等现象，而光子正是这种粒子性的具体体现。我们平时说的光，通常指的是可见光，但在物理学中，可见光只是电磁波谱中极其狭窄的一小段。整个电磁波谱从无线电波一直延伸到伽马射线，覆盖了巨大的频率与能量范围。不同波段的电磁波对应着不同能量的光子，也承担着不同的物理功能。可见光虽然在电磁波谱中微不足道，却对人类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小段波长范围，让我们拥有了视觉，能够感知世界。而在更宏大的尺度上，整个宇宙的信息传递、能量交换都离不开光子的运动。无论是哪一种电磁波，其传播速度在真空中都完全相同，等于光速。光子并不是先被加速到光速，而是一诞生就天然的以这个速度存在。这正是无静质量粒子的独特命运。光子的产生
本质上是能量向光的转化。自然界中主要有2种方式可以产生光子，第一种是正反物质的湮灭，在这种过程中，粒子与反粒子的全部质量会被100%转化为光子的能量，这是宇宙中能量转化效率最高的过程之一。但由于反物质极其稀少，这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见不到。第二种方式，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方式，是电子的能级跃迁。原子中的电子只能处在特定的能级上，当电子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时，多余的能量就会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太阳光、电灯光、火焰光本质上都源于这一过程。不同颜色的光对应着不同的能级差，能级差越大，释放出的光子能量越高，频率越高，波长也越短。这一规律完美的贯穿了原子物理与光学。宇宙中充满了光子，它们不会衰老，也不会死亡，只会在宇宙中不断传播，直到被其他物质吸收。当光子被吸收时，它的能量会转化为其他形式，比如电子的激发、物体的热能或动能。光子本身不再存在，但能量依然在宇宙中流转。从这个角度看，光子的一生其实就是能量循环的一部分。它从能量中诞生，又回归到能量之中，始终遵循能量守恒这一最基本的宇宙法则。光子的另一个极端特性是它必须以光速飞行，任何具有静质量的物体都无法达到光速。根据狭义相对论，物体速度越接近光速，其动质量就越大，所需的能量也越趋近于无穷。由于宇宙能量有限，这样的加速过程不可能完成。光速不仅是光的速度，更是信息传播和因果关系的速度上限。如果信息能超越光速传播，就会导致结果先于原因的悖论，整个宇宙的逻辑结构将无法成立。因此，光速本质上是时空自身的属性。正因为如此，真空中的光速对所有观测者来说都是相同的。光子不是在某种介质中前进，而是直接在时空中传播。这也是狭义相对论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之一。除了光子，自然界中所有净质量为0的粒子或现象都以光速传播，比如胶子以及引力波，它们共同遵循着因果律所设定的速度极限。在介质中，光看似变慢，其实并不是光子真的降速，而是它不断被吸收和再发射，传播路径变得曲折，宏观上表现为速度降低。在极端条件下，光的行为甚至会变得更加反直觉。在接近绝对0度的环境中，物质会进入波斯爱因斯坦凝聚态。在这种状态下，光子的传播会受到强烈限制，速度可以被压低到极其缓慢的程度。实验中，科学家曾将光的传播速度降低到人类不行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光子违背了相对论，而是它被物质反复吸收和释放，几乎停滞在系统之中。理论上，绝对0度意味着一切热运动停止，电子不再跃迁，光也不再产生。但根据热力学定律，绝对0度永远无法真正达到，就像光速永远无法被超越一样。这些极限本身就是宇宙写下的底层规则。当我们理解了光子的这些特性，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颗普通的粒子，而是连接能量、时空、因果律与宇宙结构的关键钥匙。研究光子其实就是在研究宇宙最深层的秩序本身。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